石浩抵达到天仙书院后，却被告知现在并非是收门徒的时候，想要加入的话，还需要再等上1年。被逼无奈的他，只能前去书院的天梯走上一遭，因为只要成功走过了天梯，不但可以成为书院的弟子，进入栽种有渡劫神莲的仙池洗礼，更有机会同角色榜中最负盛名的几大绝代佳人共浴。这瞬间就让石浩兴奋的差点嗷嗷怪叫，但是诸多学子却认为他是哗众取宠。然而下一刻，所有的喧嚣声都消失了，石浩轻而易举的便闯过了前5关，惊得诸多天骄妖孽绝代佳人纷纷前来观看。等到石浩势如破竹的闯过了所有关卡，震得整座书院都沸腾了起来，所有人都在热议有人走过天梯闯关成功，就连角色榜的诸多佳人都注意到了石浩，但是石浩却是将目光看向了青衣，望着自己拜过堂的媳妇，嘴角露出一缕笑。这时祁道林也来到了这里，凭借着坑蒙拐骗、花言巧语，轻易的就将石浩给忽悠着加入了他的道场，接着便带着他离开了此地。而直到现在闯过第9关的道中才响了起来，惊得守护天梯的2大天神醒了过来，急忙跑去天仙大殿禀告那些大人物。然而此时的石浩早已来到了一片山地间，他见到了前方一对宏大的高耸入云的门庭，上面镌刻着至尊道场4个古字。石浩内心开始逐渐怀疑了起来，但是为了渡劫神莲，他暂时抛却了其他，硬着头皮立下了誓言，加入了至尊道场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感觉祁道林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接着祁道林便带着石浩了解了一番，而在听说道场里就自己一个传人之时，石浩差点吐血，觉得今天肯定被人坑了。接下来的2天，祁道林开始讲解神通，老家伙扬言自己有着一门无敌道，名为8九天功。他既不是宝术，也不是神通，是他遍学天下宝术，精研各种大法，最后做官10万年，最终开创而出的无上秘法。然而石浩一听，当即就垮下了脸，有点泄气，因为他一直怀疑这个老东西将自己拐骗了，现在又听他夸夸其谈，自然是觉得对方是在吹牛。不过最终石浩还是打算学学看，但是接下来他就陷入了苦难中。祁道林让石浩去背负大山，每日间跑上几万里，并且还为他安排了一些对手。第一场便是在公平一战中屠掉仙殿的传人。从这一夜起，这片荒漠中所有生灵都看见在有一座大山在狂奔，因为石浩的身高相对于大山来说微不足道，所以背着山体而行，远远望去根本就被忽略了。自此荒漠中开始出现了封山的传说。数日后，石浩的足迹遍布很广，进入火州天仙州交界地带，距离天仙书院不是太远，惹得众多学子前来膜拜山神。等到石浩再次回到至尊道场时，却发现原本恢宏庞大的山门，如今却只留下一片残垣断壁，满地碎石。好在石浩内心强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一扫郁闷之气，美滋滋的开始生活，熬煮起了混沌大补汤。无声无息间，祁道林出现了，毫不客气的开始从鼎中拿起美味吃，但是石浩却不给他好脸色。对于被拐走这件事以及听到至尊道场的各种传闻，让他的脸色很黑，很难对祁道林有好感。好在祁道林并没有完全诓骗于他，甩手扔给了他一块黑色的金属令牌，告诉石浩持着它便可以去神池畅行无阻。石浩一脸看白痴的神色，盯着他一副我才不上当的表情。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前往天仙书院。3000州大战即将开启，他要尽快将金蒲果给炼化，将法术免疫给当做自身的一个底牌。他按照祁道林给的一张破地图辨明方向，走向一片宁静之地，进入了书院的最深处。他连穿数10重法阵，倚仗黑色令牌，很顺利的来到一片烟霞迷蒙之地，终于安全的抵达了栽种神莲的仙池中。